央视诚照妖镜，现场生图朱迅显老，樱桃太普通，赵丽颖赢麻了。9月中旬，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在北京召开了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后一次会议，会议上出席了很多公众人物，并且选举出了新一届的领导机构，其中康辉、林永健、侯洪亮担任了协会副主席一职，许多耳熟能详的演员都出席会议，在央视的镜头下抛下星光，传承着艺术行业的责任使命。只是在毫无滤镜的央视镜头下，演员艺人们也暴露了自己最真实的一面。已经50岁的朱迅皱纹横生，整张脸上布满岁月的痕迹，眼周细纹明显，一身紫红色的衣服更显老气，在大合照中皮肤蜡黄，状态很差。很难想象，一直在镜头前光鲜亮丽的朱迅，已经老成了这副模样。当然，朱迅在会议上只化了淡妆，状态不好也很不正常。令人意外的是，朱迅已经在很多高清镜头下尽显老态。没有滤镜的加持下，朱迅即便是精致全妆，也显得妆面很脏，眼窝凹陷。说话时，他甚至出现了明显的五官乱飞，歪嘴程度不像是专业的主持人，面部的胶原蛋白流失严重，两颊凹陷更显面黄肌瘦。这么一看，朱迅真的该好好调整，适当的吃胖一些。比起朱迅，樱桃的状态会好一些。但是作为家喻户晓的演员，樱桃在同龄女星里的确是太普通了。她身穿牛仔裤和粉丝衬衫，造型走的是青春靓丽的路线，但这种淡粉色系的衣服很容易显黑，尤其是在人群里，樱桃面如土色，比很多素人看起来还要没精神。而且已经43岁的樱桃，在荧幕上一直都是公认的不老女神，人世间里她登场时还是个少女，虽然脸上也有岁月的痕迹，但突兀感并不是很强。从央视镜头下樱桃的状态来看，演艺圈的真美女还是数量有限，人靠衣装马靠鞍，没有了中餐厅里看似随意，其实处处用心的妆发造型，樱桃也只是普通人中五官长相比较优越的路人而已。同样是40+的刘涛，穿着的服装更加正式，简单的白色打底搭配修身的米色西装，看起来从容大气，端正温婉。刘涛和樱桃一样选择了低调的路线，但是镜头里的她皮肤状态要更好一些，观众几乎在镜头里看不到刘涛的皱纹，唯一能证明她老去的细节，只有上移的发际线。话说回来，刘涛的气质、身材都很出众，但在央视的镜头下没有女明星的感觉，倒是有几分企业家的即视感。不知道如今在影视剧方面许久没有代表作出现的刘涛，有没有考虑接洽一部符合自己气质的女企业家的传奇剧？和刘涛同框的马苏42岁，但在镜头前，马苏明显胖了一圈。一向以大骨架美人著称的刘涛，看上去要比马苏纤薄很多。当然，更丰满的身材也会显得人更有精气神。只可惜，马苏赢在了年龄状态，却输在了体态和表情管理。这个抿唇眯眼的表情被镜头捕捉下来，的确有些尴尬。40+的中生代盘点完了，接下来就是老戏骨了。60岁的张凯丽已经是荧幕上的御用老妈了，在很多影视剧中，张凯丽都会塑造刻薄、毒舌、但嘴硬心软的母亲形象。虽然她演绎的角色往往不太重要，对演技的要求很低，但张凯丽作为国民度很高的演员，还是深受欢迎。在艺术家协会上，张凯丽还是老样子，身材有些臃肿，留着干练的短发，永远都眯眯着眼看人，显得亲切又友好。说实话，虽然张凯丽已经60+，但是她和40+的樱桃同框，却完全不输精气神。至于比张凯丽还小4岁的萨日娜老师，完全老成了观众不敢相信的程度。
可能是因为经常在影视剧里饰演大妈、奶奶，所以萨日娜老师站在那里就显得沉稳老气，有种前辈智者的感觉。但其实萨日娜才50多岁，观众有这样的错觉，一方面是因为萨日娜的确在形象上比较随意，另一方面则是她的演技太出众了。当然，要说全场最出众、最让人眼前一亮的女明星，还的是赵丽颖。虽然赵丽颖早就不是那个在偶像剧里演甜美的小女孩，但是35岁的她也的确在年龄上占据了优势。镜头前，赵丽颖白得发光，明明同样是淡妆，但赵丽颖却像是单独开了滤镜一样，整个人都特有精气神。在单独的照片里，她甚至有了几分温婉大气的感觉，脸型幼态，笑容亲和，浑身都是岁月静好的即视感。这次活动，团队还为赵丽颖的妆容造型做了减法，简单的低马尾搭配低调的耳钉和平平无奇的黑色通勤服，放在人群中尤为普通。可赵丽颖这张脸的确很难让人忽视，她充满朝气，年轻又阳光，尤其是在萨日娜老师旁边聊小话的时候，真的像极了老一辈艺术家在和年轻的艺人传授经验。总的来说，能参加这次会议的演员艺人，基本上都是国民度很高、代表作无数的领军人物，其中大多数都是40加以上的年纪，有足够的时间积累作品。但35岁的赵丽颖，在这个略显成熟严肃的会议，有些格格不入，但也让人心服口服。从《花千骨》《楚乔传》《姗姗来了》这样代表流量的大爆款，到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风吹半夏》这样代表实力和口碑的作品，如今的赵丽颖已经完全甩尾85花，脚踩流量，手握实际，未来可期。从赵丽颖的采访以及现当下她自信满满、野心勃勃的心态来看，她正在以自己最好的状态为观众带来更好的影视剧作品。当然，能参与这次会议的公众人物，基本上都是不用靠脸吃饭的实力派。比起他们面对高清镜头的状态，观众其实更关注他们作为演员、主持人能带来哪些更好的文艺作品。最后，也希望我们的文艺作品越来越好，能代表艺人品格、实力的演员越来越多。